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新闻茶座叫博尔顿的新书对美国大选的影响。我们今天的这个茶座呢，也因为有一些新的网友不了解，我介绍一下。新闻茶座是一个类似谈话节目但是大概是一个这样，我会就这个议题进行一个铺垫，抛砖引玉，我会讲个10几20分钟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一遍。然后呢，各位网友呢就可以发表你们的看法，也可以就着这个议题本身提问题、提观点、介绍情况都可以都可以。那么但是呢，这个跟我们平时的互动有一点不同，就是新闻茶座的情况、问题、观点围绕着我们今天的新闻茶座的主题展开。如果不是主题呢，不跟主题无关的，我们就不上，基本上大家就按照这个方式来新闻茶座我们曾经有一些非常受欢迎的题目比如说像文革比如说像洗脑等等，这些议题都是很受欢迎的议题。那么我不知道今天议题是不是受欢迎，但是新闻茶座是我们这个每日观察的一个频道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模式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通过这个参与，我们能够每个网友都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等等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模式的一种节目形态，好吗？那好，我先开始做一个开场白做一个情况的铺底，然后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好吗？好，先说这件事情，博尔顿大家都很熟悉这是美国的原来的这个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顾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他在白宫待了19个月，然后呢，由于和川普的意见不合，川普把他炒掉了那么他是非常著名的鹰派非常著名的鹰派。那么他的离开也和他的鹰派的这个做法有关系川普觉得很难去协调这些事情，算了，把这人换掉那么博尔顿就没有离开了之后，博尔顿并没有平静，他写了本书这本书叫《事发之始：白宫回忆录》那么明天上市我为什么今天选今天，也是因为明天它就上市。明天上市呢，实际上从上个星期到现在博尔顿这本书从上个星期，我印象中星期五星期四、星期五开始，然后《纽约时报》这个华盛顿邮报开始披露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看法。然后这个美国的各大媒体就开始追踪这本书然后博尔顿就开始接受各大电视台的访问，这件事情就影响非常大那我认为呢，现在博尔顿基本上占据了各个媒体的至少是头版吧，不一定头条，但肯定是头版那么博尔顿写书呢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报仇因为什么？因为川普把他炒掉了他肯定是报仇君子报仇10年不晚，他就写了本书就报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是挣钱这本书这么火那肯定挣大钱，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有他的政治目的作为一个国家安全顾问，他不可能仅仅是报仇和挣钱，那他还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有什么政治目的呢？我总结了一下这个博尔顿大概有3个政治目的第一个政治目的跟报仇有关系就是打击川普的选情打击川普的选情这就是他报仇了，肯定就是报仇了。
那么为什么他能打击川普的选情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国家安全顾问啊。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他基本上天天都是站在川普的身边的啊。那你想一下，川普的一举一动，在每一件事情上的态度、表的态，所有的事情他都看在眼里啊，所有重大的问题他都看在眼里。那你想一下，他手上掌握的是什么级别的资料？他手上掌握的全是核弹级别的资料。他把这些核弹级别的资料变成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就是一个观点。你看哈，我从他开始泄露的这些，从《纽约时报》也好，《华盛顿邮报》到现在各个访谈，到现在为止啊，他跑出来的各种材料都是指向一点，什么？川普不适合在那个办公室里待着啊，他讲来讲去就是这句话。所以呢，实际上，而且他有无数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这才吓人啊，这才吓人。所以呢，他翻脸就打击他选情。那他讲了什么？包括他要中国帮忙这个帮他连任啊，这都是爆炸性的。包括他这个说这个习近平建这个集中营，新疆集中营学习营是正确的，他认为他应该这么干等等啊，就川普的很多政治上的无知，你在很多时候呢，你在记者会上看不到，但是在办公室里能看到。这个博尔顿全把它拿出来写在书里啊，这是很吓人啊，这是第一个政治目的啊，这个政治目的，我觉得他已经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牵制川普政府啊，牵制共和党。然后呢，什么叫牵制呢？他在书里面揭露了很多川普和中共勾兑的这个过程啊，几次，特别是他跟习近平的这些过程，其实是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它会产生的影响就是，川普现在他做事情就有顾虑啊，因为他前面已经讲出来了，他跟中共勾兑的很厉害。那如果他再做一遍这样的事情的话，大家马上就会想起博尔顿说的那些话。所以呢，川普现在做这件事情就会有顾忌，这个顾忌就是什么？顾忌就是牵制，他就是牵制川普和共和党，你不能跟中共走得太近，你走得太近，正好证明了博尔顿这个书里面讲的是对的，所以呢，他就会对川普的这个行为产生影响啊，他或者是甚至他的政策产生。你比如说，这个星期五他签了一个什么？星期五他签了一个这个新疆法案，就是维吾尔人权法案，他就星期五签的。星期五签，他本来他以川普的性格，香港人权法案足足放了10天他才签，那星期五他就签了，为什么？他堵他嘴啊，这不是改变了他的行为了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对川普产生牵制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就是他还是通过这本书形成一个风气，形成什么风气呢？形成要对中共强硬。你看川普跟中共做了这么多坏事，那就不能够这样了啊，不能这样。等等，他就其实也一方面是限制谁呢？限制川普，另外一方面是限制谁呢？拜登啊，两头限制。他希望能够达到这种，因为民主党一直是接触政策的推动者啊，执行者和推动者。那么长期以来，民主党都是秉持着这个与中共接触的这种政策。那么这本书当然他也想达到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形成一种风潮，或者形成一种潮流。民主党也没办法去跟中共勾兑，
他当然这是也是一个政治目的啊，政治目的。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想和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啊，我们先讲清楚啊，讲清楚。我们今天就事论事啊，我不讨论对川普总统的评价，也不讨论对博尔顿个人的评价啊。博尔顿是个鹰派，那么他也不是个白宫的小学生啊，他是白宫的常客啊。那么我们对这两个人都不做评价，我们只评价什么呢？我们只就事论事，讲这本书产生的影响，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啊，我们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去纠缠，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到哪里去？我们把重点放到这本书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很聚焦到一个比较小的点，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啊，看清楚，好吗？那么我大体上就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去观察这本书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视角怎么判断？我想了一下，我们大概有3、4个角度，3、4个维度来看啊。第一个维度当然是从川普反应来看啊，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人写的书，是博尔顿写的书啊。那么形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影响啊，你可以看，川普星期五接受 Access 的这个采访啊，那回应啊，川普是回应，作为一个总统在回应一本书，那肯定是这本书有影响啊。这是一方面啊，就是你可以看川普的一些政策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星期五签了这个维吾尔人权法案等等，你会看到这本书的确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啊，而且的确这本书里面的一些观点、一些事实摆出来，也的确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啊，特别是发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大家都很想知道，所以这本书很受欢迎。你去看一下亚马逊上面啊，非常厉害，卖得非常火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什么？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川普有什么反应，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是美国的各大媒体是怎么说的啊？怎么说？我看各大媒体，我每天早晨听的这个广播和看的电视啊，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啊。那么报纸也在写，这个专栏在写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媒体是怎么说的啊，各个角度、各个立场、各个光谱的这个媒体是怎么说的，这是第二个角度。第三个角度，美国老百姓、美国的选民的取向怎么样？会不会影响美国选民的取向？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美国的对手怎么说？美国的对手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或者翻过来讲，川普的对手啊，川普的对手也好，美国的对手，川普对手当然是拜登啊，拜登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从中国到俄罗斯等等这些国家是怎么看这件事？因为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国家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甚至包括韩国等等，包括很多朝鲜等等这些国家，他们有没有什么言论？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其实也是反过来证明这本书的影响有多大。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观察这本书对美国大选的影响，也可以从各个维度去分析这本书的影响力有多大啊。那么我的两个基本观点是什么？第一个，我认为这本书影响对川普的选情是有很大的冲击啊，因为它凸显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这本书让很多人啊一下子看到了他们平时看不到的场景啊，这是这本书最大的卖点，也是让很多人改变看法的一个卖点啊。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个，
这本书对川普的选情有影响，而且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可以发现这本书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么川普有没有反应啊？川普针对这本书，我认为现在最后悔的是谁？就是川普。后悔什么？后悔把他炒掉了。你想一下，对于川普来说，他大部分的行为都是想干嘛？都是想连任，都是指向他连任啊。结果他把这个博尔顿炒掉了，对他的连任威胁最大的，我认为并不是拜登啊，而是博尔顿。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冲击力、杀伤力太大，所以川普应该是目前最后悔的那个人，就是我干嘛把他炒掉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就是这两点啊，我就是这两点。那么我也观察了一下啊，美国的媒体呢，很多反应不同啊，反应不同。我听听网友的说法吧，好不好？好吧，那我们现在我今天的抛砖引玉，通常是15分钟啊，我今天差不多我控制的还不错。那我们就看看网友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啊？明谢一下林建辉，谢谢啊，林建辉。好，提问。哎呦，这日文我不知道怎么读哈，谢谢日本网友，谢谢。提问：在蓬佩奥和杨洁篪会谈后，有其他自媒体立即爆料，会谈对港版国安法做了修改，取消对国外势力追查部分，仅保留追查对外勾结。作为交换，中国继续履行贸易谈判协议，港版国安法也就立即交人大讨论。这可能解释目前和将来川普对港版国安法的态度。王老师如何看？我不相信。为什么？第一，中美双方就港版国安法的其中一些条文进行讨论，而且讨论到国外势力这么枝节性的东西，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美国要提出来，那肯定是提出来你是撤销啊，因为这是港版国安法是一个非常在原则上违反了一国两制的问题啊。你想想看，怎么可能把对外势力的追查不追查了啊，就放过美国啊？那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个看法，我不同意啊，完全不同意。我还忘了提醒大家啊，在我们提问之前，先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吗？好，谢谢。那我们点个赞呗啊，好吗？好，我们继续啊。观点。博尔顿对大选的影响小于等于0。OK， 你觉得中西部摇摆州独立选民里有几个对外交感兴趣？对外交略知一二的又有几个？相信这个有案可查的说谎者，卖了小布什，卖切尼，卖了美国，卖盟友，他的信用如同伊拉克洗衣粉一样，早就冲下水道了。OK， 这是个非常非常愤怒的支持者。提问：博尔顿的这些材料都属于机密吧？这样做违法了吗？感觉这种泄密行为挺没品的，不会让选民反感吗？博尔顿作为一个前政府高官，他写书是要经过审查的啊。那么博尔顿这本书拿到出版社之前，肯定是经过了审查的啊，经过了审查的，所以有没有涉密，审查的过程就会删掉的啊。博尔顿他自己也讲，他曾经想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原文登出来啊，然后那个
不通过，通不过，所以就删掉了。所以，应该是符合这个规则才会出得了。博尔顿不是一个白宫新手，所以我不觉得他会在这件事情上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这是不大可能啊，这是不大可能。所以有没有品，大家来评嘛，你说呢？怎么个没品呢？这符合美国基本原则，言论自由，然后又符合美国公众的知情权，怎么会没有品呢？啊，这个不对，你这观点。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阻止川普获得第二个任期，因为川普在与其他国家的交易中将放弃甚至出卖所有的原则、条件、协议、承诺等。OK， 观点：川普推迟制裁新疆官员，天天想着那点大豆，川普已经陷入一种对贸易协议的执念，钻进牛角尖，土共把它吃透了啊！对，差不多，我觉得也是啊。观点：如果川普可以暂停制裁新疆，那就可以按同理放弃香港，也可以放弃台湾，也可以放弃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利益给得起、出得起价。如果是这样，美国将不再是人民所认识的美国，它的衰退也是不可避免。没有共同的价值观，美国还有什么能力把各国移民扭成一团？不要叫扭成一团，凝聚在一起。美国是一个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啊，各个国家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国家，它是一个非常分化的国家，因为它的国民拥有自由啊，他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美国社会非常分化啊。但是美国社会又非常强大，强大的原因是什么？它有非常强大的国家理念啊，这种国家理念的感召，才让这个国家的国民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啊，这是国家的力量。如果美国总统放弃了这些国家理念，这个国家将不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个国家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散掉了啊！所以这个网友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美国为什么要做一个灯塔之国，跟他的立国理念是有关系的啊。那有些网友说，哎呀，我们不做世界警察，如果美国不做世界警察的话，美国就挣不到那么多钱，所以很多关系、很多利益、很多地位置啊，都是有关联的啊！你不能说我只要这块肉上面的骨头我就不要了，那是你想一下，没有这块骨头哪来这块肉呢？所以你要这块肉，你顺便得骨头也得一起拿走，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观点：川普明明是美国历史上对中共最强硬的总统，媒体却试图把川普描述成为对中共最软弱的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8年，等于给了中共下跪8年。你给拜登和奥巴马，我不知道多少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跟中共打贸易战。你到底想说什么？是的，川普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总统里面啊，我们见到的总统里面，对中共最强硬的总统，这没有任何的疑问啊。但是这和刚才博尔顿讲的那个话一点都不矛盾。为什么？因为美国走到了这个阶段啊，走到了这个阶段，选择和中共开战，或者选择中美贸易战，或者选择跟中共进行对抗，并不仅仅是川普的选择啊，而是美国政治的选择，美国政局的选择。川普顺应了这个政局，所以是这样的结果。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啊。情况：维吾尔人权法案是6月2号送到白宫，川普6月17号才签署，实际上超过了10天的期限，也就是说，川普是最后一刻才签的，很难说是博尔顿新书的影响所致。非常对，很好。观点：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力量。
硬核共和党大义灭亲，批评自己政党的领袖，掌握真相的人可以用一本书改善政局，同时推动两大政党政见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国士无双。不像专制国家，家丑不能外扬，长官意志大于一切，最后只能毒瘤烂在肉里，大家一起死。非常对。提问：如果港版国安法通过，是否反送中的意义就没有了？因为这直接可以以香港执法，也谈不上送中不送中，对吗？如果港版国安法通过，在香港实施的话，一国两制都没有了，什么反送中，所有的反抗都失去了意义，对吗？你说呢？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反抗，全世界会关注香港吗？不会的。所以不能说它没有意义啊。如果你说实际效果，那我们就不要谈实际效果，因为很多事情都没有实际效果。但是没有实际效果，并不见得就没有意义，好吗？观点：博尔顿为了自己的私利，同时也为了国家利益。民主党既谋求党派利益，也谋求国家利益，谁都有私利。政客为了私利斗争，最后肯定能得利的是人民和国家，这就够了。至于川普和博尔顿最后谁得利，大选结果是最好的试金石。美国的政治，或者说我们不说美国的政治啊，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政治都有一些底线啊，所有的政治都有些，所有的政客都要遵守这些底线，不能超越底线。超越底线，你就会被选民或者是被国民抛弃啊。那么尼克松利用他手上的权力啊，派人去侦听他的政治对手，结果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他就辞职了啊。这就是一些，他也是私利啊。那当然他违背了国家利益，因为他做了一个总统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大家讲一个政客在做一些政治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会得到一些好处，比如说他得到声望，甚至得到支持，甚至得到很多讲不出来的好处，这是一个方面啊。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明白，一个政客也好，一个总统也好，首先他们有道德上的责任，就是他们不能违背道德。如果他们违背道德，他们很快会被抛弃的，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够，大家记住，我们不能够经常用中共的那些洗脑的那些观点来说啊。我经常在推特上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政治是肮脏的，政客是卑鄙的，等等这些，那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我认为政治是人类最崇高的职业之一啊，政客为什么？你想一下，他代表人民的利益去争取，代表一个人群去争取他们的利益，去对社会进行改造，这不是崇高的职业是什么？怎么会是肮脏的呢？政治是什么？政治是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去组织、安排、管理这个国家，怎么是肮脏的呢？所以我们不要被洗脑，我们很多观念是不一定是对的。中共最喜欢说一句话叫什么？说白了，其实说不白。说白了是什么？说白，你一听后面，归根结底啊，什么本质上，这都是中共的语境。那些语境是什么？背后是什么？后面跟着就是要骗你了。所以我们要搞清楚问题是什么。说啊，博尔顿，我刚才讲，博尔顿写这本书，当然他就是要报仇的，他就是要挣钱的，但是他有他的政治抱负或者是政治意图。
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没有问题，他没有违反任何的。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客，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必须是道德的。任何一个选民上来就看这个人撒不撒谎，这个人有没有道德。如果这个人不道德，很多有不道德的行为，你想都不要想，肯定完蛋的。所以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会比一般的人还要高，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我们经常，我发现我在推特上面也好，我发现很多网友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经常忽略这一点，经常忽略2点：一个国家理念，经常忽略掉，国家不会只讲钱的，国家当然要讲利益，但是不仅仅是利益。如果你讲利益，仅仅讲利益的国家，他挣不到大钱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政客，不讲道德的政客，我觉得基本上至少在西方国家活不下来啊，他没有人会选他。观点：博尔顿跟左派走在一起是事实，例如他在左派媒体 ABC 上爆料。我们不要给别人贴标签，我们就讲事实就好了啊。他 ABC 他就叫跟左派走在一起。什么叫左派啊？我不讨论这个派那个派，我们只说事情好吗？不贴标签行吗？提问：谢谢王先生，请问王先生觉得川普的政治理想是什么？你要问他呀，别问我啊。观点：不喜欢川普，但是左派上台对美国和全世界都是更糟糕的结果。没意见。提问：是对川普有影响？如果认为与中国勾兑是大问题，那拜登不是更严重？两其相害取其轻，两害相权取其轻啊。为什么呢？你要把道理讲出来啊，你不能够只讲你的结论啊，然后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你既然要提问，那你就要问清楚什么。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前提的话，那你就要讲清楚为什么拜登更会跟中国勾兑，那你要把你的依据讲出来，好不好？观点：川普不完美，但真实，有短视，有私利，但大方向没错。很多人批评他对香港的问题不够强硬，可如果必须牺牲美国的利益时，他必须也应该以美国利益为先。而且目前美国的左派太作，我不同意你这样的说法啊。没有人要求川普是个完美的人啊，那么也没有人觉得川普不够强硬。我不知道谁在说这一点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什么？川普会不会川普为什么到现在没反应啊？并没有说川普在香港问题上不够强硬，我不知道谁在讲这个话。而且在香港的议题当中，川普的所有的行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是选择在香港议题上和中国对抗，符合川普他自己做的国家战略。你可以去看一下啊，那个国家战略到底讲的是什么。所以这件事情并不会说要牺牲美国利益啊，这件事情不对啊。我们要讲事实，好吗？观点：我对川普当选的兴趣同川普对中国人权的兴趣成正比。他继续勾兑，就让他跟基辛格一块去吃垃圾去。观点：一直非常喜欢王先生的节目，请问一下王老师，假如拜登当选了，对中美关系有哪些政策？因为作为中国的普通百姓，关心美国大选还是关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吧？老实讲，我对川普的中国政策真的不了解。为什么？拜登啊，我对拜登的中国政策完全不了解。为什么？因为他讲的非常少，他很少涉及这个议题，所以我对我不知道谁对拜登的中国政策有了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只是
很模糊的表达了一下他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但是没有具体的说法，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啊，我不大看好拜登有非常强硬的对华政策。为什么？两点。第一点，民主党的接触政策如果跑到拜登手里的话，拜登当然他不可能再沿用民主党之前的这种政策，因为国家变化了，民意变化了，整个社会潮流变化了，他不可能用回。所以我觉得拜登可能会改变这个政策，但改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因为他没说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答不了。观点，博尔顿的书没有什么影响。美国的民意不是被这些黑川的事情所左右，美国的民意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要让美国再次伟大。OK， 观点，不管说的是不是真假，博尔顿把蓬佩奥写给他的私人对话泄露出来，这种行为是非常可耻的，和蔡霞骂一尊被群里人曝光出来的人一样可耻，不符合王老师长期的价值观。不对，为什么？博尔顿写的这本书虽然是他个人的著作，但是他写的是什么？写的是白宫啊。白宫里面发生的事情全部都是重大国家利益。为什么？因为白宫就是一个国事的中心，所以涉及到这些重大的利益的当中，所有在这个平台上做的行为都不是个人隐私，所以这不存在你说的这件事情，这个判断是完全不对的。在白宫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要让老百姓知道，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知情权，这是第一条，就是美国国民对白宫里面要有知情权，这是第一条。博尔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绝对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里面做这个事情的人绝对不是个人，不是私人，都是公众人物。对公众人物的描述不存在泄露隐私的问题，他们在那里做事情不存在隐私的问题，所以你的这个指控不成立，理解吗？观点，其他的不好说，但是川普上台后，中共确实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同样的，在奥巴马和拜登的4年里，漂亮话说了很多，但中共得到了巨大实际利益。和川普比起来，拜登太可怕了。这是事实啊！中共目前遇到的局面，我形容叫外焦里嫩。外焦里嫩就是国内经济一塌糊涂，对外关系主要是中美关系完蛋了啊！中美关系完蛋的原因是什么？美国变，先是中共变啊，然后现在美国也变了啊。美国开始变的结果是什么？中国整个的对外关系开始出现了。我认为它的整个对外关系的架构在解体啊。那这是由什么引发的？这是由川普发动的对中国的这种脱钩战略引起的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双方发生了冲突，激烈的冲突啊。那么中国对外的这种关系正在解体，关系的这种架构正在解体。这毫无疑问，这是川普的功劳，没有川普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跟拜登没有关系。奥巴马的任期后半段，就是第2任任期的后半段，实际上中国的崛起，中国开始向外扩张的这个势头已经很明显。奥巴马没有做任何事，没有做任何动作，这个责任不在拜登身上。这个责任在奥巴马身上，他是总统。美国的副总统是没有权利的啊。美国的副总统他的任务是什么？他叫备位的总统啊，备位的元首。什么意思？就是他只做一件事情。美国的副总统基本上啥都不干，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等待总统出事儿。总统没出事儿，没他什么事儿。总统死了，他做元首。
接任做元首，他唯一的任务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拜登做副总统跟他奥巴马的政策的问题，他没有责任啊，他没有责任，这不能怪拜登啊。我们要讲话要实事求是，就是说一是一，二是二，我们不能够夸大，也不能诿过他人，好吗？观点，我觉得这本书在短线上影响选情，但是美国人民的记忆也不太好，虽然比强国老百姓好一点，我们州的老百姓已经对 POTUS 3月份的无所作为已经不气了，悲哀。老百姓记忆好不好没关系，关键是什么？关键不是老百姓，老百姓记忆一定不好的，没有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记忆好的，民众是没有记忆的啊，民众是没有记忆的，谁有记忆？媒体，媒体会提醒他的，关键不是民众有没有记忆，关键是媒体有没有提醒大家啊，这很重要啊。观点，今天看了一下538的民调，发现川普还是40%多，说明支持川普的人没变，所以能影响大选的还是看反川的人有多高的投票率或者决心吧。我感觉其实博尔顿的书对川普的支持者影响不大，看看身边的川粉就知道，无论川普做了什么，哪怕是川普吃了翔，川粉还是会用自己的逻辑支持川普的。我觉得是这样啊，川普的铁粉哈，什么书对他都没影响，你说的非常对。但是真正影响选情的并不是铁粉，因为铁粉毕竟是少部分，其实真正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摇摆州啊，摇摆州的选情影响最大啊。那么川普之前赢是赢在哪里？还是赢在摇摆州啊。观点，美国人实际上对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是很懊恼的，一般人并没有对香港事务、新疆迫害会很愤怒，但可能还没有到牺牲贸易协议的地步。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很了解国际事务，是有这种情况，关键是什么？这里面有2个问题啊。这网友说的是事实，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没那么关心啊，因为美国是世界中心嘛，所以他不需要关心那么多这个国际事务啊。但是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议题选择很重要。什么叫议题选择？一个总统他出来怎么样去让这个国家朝着他想要的方向走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议题选择，就是你在讲什么，总统在讲什么啊？总统在讲什么，媒体就会去关心什么，然后老百姓就会去关心什么，这就叫议题选择啊！议题选择很重要，这是美国运行，不仅仅是美国，其实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这样运行的啊。就说一个国家的元首或者一个政府，他通过议题选择来引起民众的关注啊。如果大家去关心这件事情的话，这件事情就自然就会关心了。如果媒体在关心这件事情，民众自然就会去关心，而且会越关心越深，越关心越深啊。所以这件事情，这是第一条，叫议题选择。第2条，找到利益关联点，就是媒体最后会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找到你，就是任何一个选民和新疆在这个集中营、学习营里面的一个小女孩，你找到跟她的利益点、关联点，找得到吗？找得到。问题有没有找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找到的。找到了这个点的时候，美国的选民就会觉得新疆这个问题必须处理，总统一定要干这件事情，然后总统就把这事给干了。这就是民主社会做这事情的模式。所以并不完全是他不关心你就不关心，那就永远不关心，那不可能。那为什么有人美军会跑到阿富汗去呢？
你想一下，美军会跑到伊拉克，你觉得美国人会关心伊拉克吗？当然不会关心。美国人会关心阿富汗的战局吗？肯定不会关心。那为什么美军会跑？美国人不关心阿富汗，也不关心伊拉克，最后美军就跑到那里去干了那么久呢？这就是我讲的议题选择，还有找到关联点嘛，找到利益关联点，美国人就关心了。这是谁决定的？这件事情是谁在做？是政府和媒体合谋，这就是政府跟媒体的合谋，就把这个国家这么运行下去。所以不存在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事实，但是如果真要让他关注，让美国的老百姓关心新疆，关心香港，有没有得关心？一定关心得了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观点，我在美国朋友里，传统民主党的支持者现在更坚定了川普是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的看法。共和党的传统建制派的朋友对于川普的生意方式是有所保留的，他们的选票要等时间的发酵，所以对于摇摆州的冲击极大。要记住的一点是，美国基础的民意是有极高道德率的，是的，非常正确非常正确。观点，博尔顿的人品有问题，不同于王先生的看法。法官已讲违反保密原则，日后会追诉的。莱特希泽与蓬佩奥都证实博尔顿的说法一些不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白宫批准他出版这本书，如果你觉得他这里面有泄密的话，至少这件事情白宫有一半的责任。这件事情但你们去查一下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手续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官说追责，为什么要日后追责？我觉得现在就是可以追责我觉得现在可以，为什么要等日后追责？现在就可以追嘛。如果真的是觉得他有问题的话，所以这跟人品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他是个作者，他有权利写他想说的话。不过他因为是高官，所以前高官，所以他要遵守美国政府的这个保密原则。但保密原则不是他说了算，是白宫说了算。所以这本书肯定是经过白宫看过的、审查过的，否则他拿不出去的这本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说他人品有问题，我觉得不成立我不是我帮他，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他写这本书是没有问题的。任何人在美国写任何一本书，如果你有违反其他的规则，那是另外一件事，但写书本身是没有问题这就是言论自由观点，中共这个幽灵现在长这么大，美国有极大的责任，不停的买中共的货物，让中共挣了巨额的美元。美国的责任，美国没有责任，老实讲为什么？我认为是美国的政策的错误政策的错误是什么？就是没有人是完美的刚才网友说的很对这个80年代开始，美国推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美国要产业升级，美国要把它的资源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往上走。于是呢，他推动什么？推动经济全球化，让全球经济进行大分工就是我做鼠标，你做键盘，他做显示器，然后我们找个地方把它合在一起。你做显示器有优势，我做键盘有优势，他做鼠标有优势。然后你做这个做这个叫什么主板有优势，然后我们合在一起，利用各自的优势，让这个生产效率提高，然后进行全球的分工。美国呢就让大家全部都分工，他就不干了，这件事就不做了。我去做什么？我做高科技。所以美国才有今天的强盛，原因是因为
他把所有的制造业全部放出去了，你们去做吧，我来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们都做不了，我来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高科技这么厉害的原因。好了，那他既然把这个制造业放出去了，那中国又加入了世贸，它就变成了制造业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不仅仅是中国，其实很多国家都是制造业的一个环节，包括德国、包括日本等等都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没有错？美国没有错，他一定是买最便宜、价格最便宜、品质最高的。对美国人有好处啊，为什么？价廉物美啊，然后美国的零售业就很发达，这是对美国有利的。所以美国有什么责任？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只不过美国做了一件错误的判断。什么判断？对中共的错误判断。美国人认为，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让中共参与的话，其他国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可能就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可能墨西哥啊，其他就发展起来了。因为这件事情据中国的参与，中国有一些我们讲过，中国也做对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世界工厂跑到中国去了。这并不是美国造成的，它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但是美国犯了个什么错误？美国犯的最根本的错误是什么？他们看错了共产党，他们不了解共产党，他们才会有这错判。他们以为我跟中共的接触，我们保持接触，让你挣饱了钱，你挣到钱了以后，哎，你生活不好了吗？生活好了，你就觉得这挺好的，你为什么要回共产主义？他觉得不可理解，所以他不了解共产党。他最大的错误是这个，不是他买东西的错误。买东西没错，因为迟早要么不是中国买，就是其他国家买，一样的啊。观点：从现在开始到大选前，川普对中国什么都不会做。如果他做了，那如果中国不执行贸易协议，选举的时候他连一点功绩都拿不出手。贸易协议，川普会力保。观点：感觉博尔顿这个人，你不要老攻击人好吗？观点：博尔顿的新书确有许多我们看到的事实可以印证，比如去年川普说了很多话和行动让正义人士非常失望，香港的学生说着说着就哭了，好在还有国会议员和副总统。观点：川普取消对中共高官制裁是只为了贸易，实在让人失望，枉当灯塔国之民。观点：王先生说反了，美国不因为做世界警察而强大，而是因为美国强大做了世界警察。但是应该看到欧洲、日本和韩国都在崛起，应该分担国际责任。都可以这么讲。如果你不够强大，你怎么做？凭什么做世界警察？或者如果你不做世界警察，你有那么大的实力吗？不可能的事情啊！这就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我们不要去纠缠这事情，好吗？观点：博尔顿被炒有些时间了，且不说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且不说，一定要说，好吗？我们不要攻击人，不要人身攻击，我们全部讲事实就好了，好吗？观点：我觉得王老师低估了白宫智囊，没有经济，川普肯定选不上。广大美国人并不因为川普反共而经济一团糟而选他，他的首要任务是保经济，起码这几个月内经济一定会蓬勃向上，确保他连任。等他再次坐稳，后面就好戏看了。我没有说川普一定要反共啊，我没有这样的诉求，我只是在观察川普为什么要这样干，所以你低估我了啊，你低估我了。我没有低估白宫的智囊，白宫的智囊，如果他的判断只是说川普要把经济搞好，然后他就能当选，如果他的智囊只有这样的水平的话，我觉得川普当选不了啊，老实讲，好吗？观点：博尔顿的新书对川普选情肯定不利，问题在于这种不利影响是否足以阻止川普连任，现在还很难判断，因为川普是否连任
竞选获胜还取决于很多因素。另外，离大选投票还有4个月，还有5个月吧，不止4个月吧，还可能发生影响大选的突发国际国内事件。OK， 观点：如果川普真如书中所说，那对美国大选和未来政策制定有很大牵制影响。但如果真如博尔顿所描述的，为什么老谋深算中共会频频在贸易战上一致误判川普呢？你是在问我吗？还是在问你自己？老谋深算的中共，你不觉得川普也是老谋深算吗？情况在博尔顿的书轰轰烈烈的出版时，前国外长 Robert Gates 的前国防部长Robert Gates 的新书静静的出版了。Exercise of Power， 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川普把美国在人权、自由和普世价值等高度降到了做买卖的层面，一切皆交易。他的这一做法正在使美国失去世界领袖的地位。观点：王先生总说跟中国开战是大选重要议题，的确，但这不是唯一的议题。是的。那你说说有没有什么别的议题？川普已明确把文化战作为他竞选的重点。文化战，我看美国网民谈川普做什么能够吸引他们的选民，大部分人说奥巴马门调查实现他抽干沼泽的承诺，2治理科技巨头对言论自由的打压，3赦免非暴力大麻犯罪，这些恐怕排在对华政策之前。博尔顿的书在这3项都伤不到川普。你觉得是这些吗？那我们的判断真的差别很大你想一下，疫情美国死了10几万人10几万人，那么疫情来自哪里？疫情来自中国。美国人在这些上真的无所谓吗？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对美国有没有威胁？当然有威胁。中国在很多领域开始挑战美国的地位，开始想办法取代美国的位置。从战略上来说，美国不要好好的想想怎么对付中国这个对手吗？如果这个议题都不是美国选民关心的议题，就像刚才网友这个叫什么那本书说的美国在人权、自由和普世价值的高度已经降到了你说的这个层面吗？我不相信。那美国怎么可能成为世界领袖？你说美国不需要成为世界领袖吗？美国如果不成为世界领袖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现在的生活水平？你想一下，对吗？你现在的生活水平由什么决定的？你真的以为只是挣了2个钱就能够有现在的生活水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观点：博尔顿的书无疑会对美国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尼克松录音的公布就改变了美国普通选民对于美国上层政客的监督看法。博尔顿的新书也让普通选民对于政客的行为更加关注，对选情影响自然而然的。观点：这本书对于铁定的左派和右派来说没有丁点影响，能够影响的是中间派。而 BLM 运动对于选情的影响远远大于这本书。观点：美国在道德上并不刻意追求预设的人为描述的制高点，譬如共产主义，但整个社会通过谨慎的而不是不停的修正错误，达到最不坏的政策，这才是美国伟大之处。认真、真诚、诚恳，做简单的好事。非常对，美国不是没有道德上的要求的，美国是有的。其实美国的越基层对道德要求越高观点：川普只单一强调美中贸易协议，
是强烈表达只尊重合约精神，所以他不用对港版国安法担心。因为如果国安法立法，那就是绝对破坏合约精神。在此前提下，中共短期根本无法对国安法正式立法。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能立法吗？他不正在立法吗？提问：今天白宫新闻说中美贸易协议完了，那么中美在夏威夷秘密会晤，除了美方什么时候说的呀？你确定吗？今天白宫新闻说中美贸易协议完了，有吗？能贴上来，把那个白宫新闻贴上来可以吗？我不知道这段东西，这位网友能够把这个新闻贴上来吗？好吗？观点还是不认为博尔顿的书不会影响川普的选情。摇摆州的选民要的是就业岗位，还有就是严打中共。也许川普只是设立内任，但是一般民众看不出来，其他一概不关心。大家还是各自一如既往的追随自己喜欢的媒体。支持川普的人和媒体都会嗤之以鼻，说博尔顿说谎。认为川普说真话的人看了这本书，只是会更加肯定自己对事情的判断。我有很不道德的私心，川普连任，我的股票升天，但是我会凭着自己的良知投这一票的。OK， 是的，其实政治光谱里面，我觉得两头都不会变，一直是这样的啊，就是政治光谱的两头，这一头民主党的这一头和共和党的这一头，他们往两头跑的这部分选民是不会变的，不管你出什么书，他都不会改变。这边反对川普，这边支持川普，是不会变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中间这部分。那你说这本书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关键是对这部分的人的认知啊。观点：这本书不会改变川普死忠粉的选票，但是中间派的选票就难说了。最终当然还要看拜登和川普的辩论以及两者的政策区别。是的。观点：川普本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家，商人的本质就是勾兑。他在贸易上对中国强硬的目的是打击中国，维护美国第一的位置，而不是意识形态。他在香港问题上的出发点也是保护在香港的美国利益，而不是为了香港人民的自由。我不认为这本书对川普对华有实质影响，他对中国一定还是强硬，但是一直会有一个度，就是不会对美国有大的损害。美国各种利益相互制衡，这就是美国没有变成中国的原因。没有一言堂，没有伪光正，虽然满身尘土，但眼中始终有光。有道理，不错啊，这是讲的对的啊。观点：夏威夷会议，中共就是拿履行第一阶段协议来交换川普不制裁中共官员，因为一旦中共官员财产曝光，就直接动员了执政基础，这是中共底线思维中最底线。国安法本身没有想拿出来谈，只是想试探美国的底牌。蓬佩奥则表明了美国强硬的态度，只要动香港，美国就一定会制裁。杨当时肯定做出一些承诺，所以才有蓬佩奥说要看今后2到3周的情况，不能只信说，而是要看行动。我想这是绝对不是指贸易协定，因为履行采购不会在2-3个星期完成的事。也有道理啊。但是如果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哈，这里面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到底是川普想执行第一阶段协议，还是中共想执行？这很重要啊。因为第一阶段协议，别忘了，大家只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采购啊。但是第一阶段协议不仅仅是采购，有很多东西的，这里面有很多东西的。如果第一阶段协议不能执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关税就跟着就上了啊，这就是这个。
所以其实大家要知道，我认为哈，大家一定要知道一点，执行第一阶段协议维持中美贸易的稳定关系，首先是中国的需求啊，首先是中国的需求。如果中国说我不执行了，美国会有损失吗？川普当然有损失，但是中国的损失会更大。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经济很差，他现在需要出口。美国现在经济还没有恢复，还没有 reopen。美国经济一 reopen， 它需求会上来，其实对中国经济是有帮助的。所以中国是很需要一个中美贸易协议的执行下去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你就会说啊，这个中国就拿这个执行来跟美国做交易。我不觉得美国会这么笨啊，美国会这么笨，拿这件事情来跟我做交易，我跟你做交易好不好？所以我后面我就同意，前面这部分我不同意，说不曝光中国官员的财产作为中国执行的这个交换，我不觉得中美之间有这个交易。我觉得最重要的交易，如果真有交易，一定是只有一样东西，是什么？就是港版国安法。如果没有港版国安法，我觉得蓬佩奥去都不会去啊。观点：关心国际形势的普通人基本关心两件事，本国的和美国的，所以美国的普通人没有人关心国际形势，这是我在美国生活的经验。是的。观点：作为王先生的资深粉丝，最近我对你的一些观点有些失望，你对香港的热情阻碍了你的观点，你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我在这里澄清，我没有因为我对香港的认同改变我对香港的看法和判断啊！我在这里澄清，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你们这句话已经讲了好多遍了，我这统一回答，我不接受你们的这个判断。好，时间到了。明谢一下啊，萨库亚，谢谢。今天把王老师的节目推荐给美国的朋友，朋友很感兴趣，给朋友翻译时也顺便练习自己的英文，谢谢你，谢谢。Hannah Levin， 谢谢。April 张，谢谢。坐标澳洲，今天听广播，主持人采访有2个孩子的妈妈，她的 partner 在监狱坐牢，妈妈骗孩子说爸爸在监狱工作，定期去看望他。主持人很多热线听众都被感动，说了各种各样关于父母在监狱怎样隐瞒和诚实告知小孩子看法。忽然间，我好像更加理解了美国的 BLM 运动，这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价值观，因为每个人都很重要。是的，每个个体都很重要，不管他有没有坐牢啊。Man 酷，谢谢。阮光能，谢谢。习近平也来了吗？加油，王老师，喜欢你的视频，辛苦了，赞一个。你们能不用这个名字呢？好不好？请你不要用这个名字，下次我就不读了。姥姥王，谢谢。作为政府官员，本来就应该接受人民的审视，人民也期望他们肩负高道德标准的典范。我支持王先生的分析。是的，谢谢你。Wine 7 Canada， 蔡英文承认他没有论文，没有博士学位，请问他不是欺骗全台湾人民吗？我不知道姥姥王你说说看，蔡英文承认了吗？ Ada 梁，谢谢。孙元川，谢谢。提问请王老师喝杯奶茶。提问，习近平是希望川普连任，还是希望拜登获胜？我真不知道，要问习近平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网友，我们在参与这些讨论的时候，有2点，请大家一定要谨记。第一点，对事不对人，不要做人身攻击，不要井中投毒啊，说这个人是坏人，所以他说的话全是坏的，不要做这种动作，这个动作对讨论没有帮助，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们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能够
攻击这个参加讨论的对手。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要就事论事，好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都有帮助的结论，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请大家点赞，再见，谢谢。